简单，你还想怎么样啊？我跟你说过，你是要付出代价的。现在这样只能怪你自己。难道你也认为跟我结婚是一种牺牲吗？我还不至于可悲到这个地步吧？咱们替老家考虑一下好吗？他们真的折腾不起。我承认都是我的错，我耽误了你的青春，我浪费了你的时光，但是我对你的承诺不会变。现在结婚是咱两家最好的选择，也是唯一的选择。但过于奢华，咄咄逼人。比较起来，还是报春花惹人喜爱。而且，蔷薇容易给人以流于人情的脆弱感。报春花虽然朴素，却具有那种清冽的韵味，令人肃然起敬。怎么不读了？我有点累了。心累吧？你呀，就是想的太多了，要听父母的话，听父母的话才能过好自己的人生。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说，你既不是报春花，也不是蔷薇，他们的优点你都没有，缺点你都占全了。妈，哎，简单啊，我们在马总门口呢，给我开下门。怎么了？我妈来了。那完了，你在劫难逃了。怎么着？要不要逃跑？要不要我给你打掩护？您会好好说话吗？姐，你想想，是，咱俩不是一个妈，这咱俩可是一个爸呀。你就给姐夫下个命令，让姐夫帮帮我，江湖救急嘛。当年你姐夫爱上我的时候，那可是什么都没有。但是呢，每到晚上，他就会来到我的床边，跟我道一句晚安，并且吻我一下，真是太甜蜜了。不过男人们啊，就是对轻易到手的东西不懂得珍惜，就好像女人一年过30，他们就觉得应该滚蛋了。滚蛋？他敢让你滚蛋？我爱上你姐夫的时候啊，就好像一个探照灯，一下照亮了一直处于黑暗中的某个物体。真是让我豁然开朗啊！哟，我的姐，你就别想以前了，行不行？你想想现在。现在怎么了？现在他身边可不缺女人，他那秘书，哦对了，还多了个家教。跟爸妈说句实话，你对那冯春生
还有感情没有啊？你不说话，就说明有啊。你说连人大老板的女儿都看上他了，你说你，啊，你是不是有点傻呀？再说了，除了卓小婷，人家冯春生没什么对不起你的地儿吧？你看，这不也没话说了吗？现在啊，卓小婷啊都拿着户口本上门了，你要再举棋不定，那爸妈就真帮不了你了。爸，我求你们，你们就放过我吧，别帮我了。哎，你这孩子，你别，你给我站着！我跟你爸怎么了？啊？你从小，我们俩舍不得吃舍不得喝的把你养大，供你成人，让你有出息。我们怎么了？我们还对不起你了？你说爸妈能害你？妈，我错了，你们别再说了。知道错了就行，啊，别再惹你妈伤心了。是这样啊，车票啊买好了，咱们回去找春生登记结婚。我的眼睛！怎么了？田老师，我要去医院，马总，我要去医院，快送我去医院！哎，送我去医院，送我去医院！车票。再坚持一会儿，眼睛还疼吗？连你都信了，看来我装的不错。我救你出来，就是想让你冷静冷静。苏格拉底说过，没有经过理性思考的生活是没有价值的生活。人必须首先认识他自己，才能知道自己的生命本性，完成自己的使命。怎么才能真正的认识自己？萨特说，人都是在别人的目光当中生活的，人无法认识他自己，必须要依靠别人的评价才能认识他自己。因为人不能孤独的生活，必须要同他人一起生活，所以人的一生其实都是生活在别人的评价当中。这种别人的评价对人自己来说是一种捆绑，有些人能够挣脱这种捆绑，有些人就不能。那总不能完全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吧？人是在人生的选择当中确定他自己的生命本质，并决定他自己的生命本质。那我应该怎么选择？你先帮我接上电话。喂。李文，哎，李教授。业主出事了，你过来一趟。哦，知道了，我马上到。去疗养院。不要激动，情况后退，有什么问题咱们好好解决。上面这位女士，不要激动，往后退，有什么问题咱们好好解决。陆家的妈妈站在楼顶的平台上。英叔，你回过头来，你看我是谁？我是爸爸呀。
走，咱们回家，我们回家去啊！作为一个人，我始终是个局外人。我不需要什么，也不被人所需要。小心，慢，小心前面还没有台阶。我没有家，没有归属感，所以对死亡，我始终抱着眷恋。一路，你看看我，你可怜可怜我吧！你看看，你看，在你的前面。谁的？一如。年轻人，可否有人说你长得像天方夜谭的王子？你就是我的玫瑰骑士，先是向我鞠躬，现在又向我献花。你就是天生的君子，当今世上绝无仅有。来，来，快让开，慢点。哦，你这是要害死你姐吗？你还有脸说我？你自己做过什么？你自己清楚。我做过什么？我只是穆家的家庭教师，要不是为了穆家，我才不会在这儿上班呢。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杰老师，跟你没关系。另外，只是我要告诉你，一如她经不起刺激了，她要这样发展下去，她怎么得了嘛？啊！我希望你小心点，谨慎一点，行不行？拜托了。我送你回家。不，送我去一个地方。哎，马先生，您来了。我要的书到了吗？到了，已经摆在架子上了。好，你可以走了。行，那我就先把钥匙留在柜台上了。每次我心乱的时候，就会到这儿来。这儿卖的都是旧书啊。旧书和新书的味道不一样。你知道爱德华的这个新书里边哪一段最触动我吗？就是玛丽娜的父亲对她说：“婚姻并不等于幸福。”玛丽娜没有等来她的幸福，因为她没有反抗。所谓反抗，就是要敢于说不。反抗了又能怎么样？反抗可以让一个人比单纯的拒绝走得更远。他否定了自己奴隶的地位，要求以平等的身份对待自己。你是一个奴隶呢，还是反抗者？那你呢？
我说的这些都是理论，能不能实现那是两码事。如果不能实现，那这些理论还有什么意义呢？简单，春生，你现在有空吗？我想跟你见个面。有，在哪儿？就在新房吧。简单，这婚我不结了。我不都答应跟你结婚了吗？你到底要干什么呀？冯春生，你不要以为我在耍小性子，我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决定的。这么多年的感情，你能放下吗？我放不下，可我不想成为你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也不想为了别人的期待，委曲求全的在婚姻里痛苦一辈子。那是别人嘛，那是咱们的父母啊，你怎么跟他们交代？我自己会跟他们说的，这跟你没关系。你不用再劝我了。你要是连这点勇气都没有，就算你有周耀庭，也是一事无成的。说起来容易，有几个人能做到？那太难了。难我也要试一试。你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成，那行，那都很好。那不成呢？那我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当初我没答应跟你回去结婚，我就是不想妥协，我就是想反抗。结果呢？结果我就成现在这个样子了。你要是拿你失败的经历来劝我，我还真是瞧不起你。你要是想诉苦，那你是找错人了。简单，我怎么感觉我不认识你了呢？我和你一样，也想过要妥协，可是我现在想明白了。行，这房子留给你。我连你人都不要了，我还要这房子干嘛？你跟我说，你到底怎么想的？你跟冯春生结婚不就完了吗？我这就给冯春生打电话，明天就去登记。妈，这回我是真的不能答应你。哎呦，我的天哪！你妈妈都快让你给气死了，你现在怎么这样啊？妈，我如果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跟冯春生结婚了，我就成了一个奴隶了。什么奴隶呀？啊！就我跟你爸为了你这事儿，把命都快搭上了呀！简单，哎呀，刚才你和马总干什么去了？你怎么一回来，你这个人整个都变了？没干什么，就是我们聊了聊。聊什么了？你不是把火车票都接过去了吗？是，我是把火车票接过去了。可是马总的话点醒了我。马总，他跟你说什么了？我之前也纠结，也矛盾，左右为难，怎么想都觉得不对。可是现在我想明白了，
无论你们怎么说怎么看，我绝对不会改变我的主意。尊敬的爱德华先生，您也许对我没留下什么印象，但我们曾经有过一面之缘。我是上次您和马总见面时，他身边的那位女士。我也是您的忠实读者。这段时间一直是我在给马总朗读您的新书，您的文字仿佛为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写这封信的原因，是想向您解释一下马总为何会迟到。我不会向您提出请求，但也许通过我的解释，您会明白为什么马总是一个值得合作的人。帕斯卡尔和玛丽娜在与原浦相邻的林中散步，欣赏着那里的孤僻和神秘，脚踢着秋天的落叶。橡树的叶子仿佛是镜子里摇动着的叶子，这一切都是梦，真实的幻影。帕斯卡尔拍着玛丽娜的肩头，小声说：“一个人终其一生，就是要摆脱他人期待的捆绑，成为真正的自己。”今天读得好，今天这个声音好像不是从你的嘴里发出来的，而是从你的心里发出来的，很由衷。我已经跟冯晨生说了，我不去跟他结婚了。那你可得想好了，你岁数不小了，没有钱，长得也很普通，你还想怎么样呢？你以为我穷，长得不漂亮，我就没有感情了吗？朗读3日，刮目相看。妈，你怎么又来了？我找马总。哎，你干嘛呀你？走。马总，你以前挺为我们简单主持公道的，我打心眼里都感谢你。我还指望着你能帮帮我呢。可你昨天，你跟简单说什么了？啊？他婚不结了！我跟他把我们说什么都没有用了，你知道吗？妈，我们回家吧啊！我得跟马总找个公道。这个事儿跟我没有关系。跟你没关系。你说你住这么大个房子，你有钱有势的，你哪知道我们平民百姓的苦啊？你净说漂亮话，啊？你那漂亮话能抵住我闺女白白等了8年呐！我们指望你那漂亮话能让我闺女过上好日子啊？她指望谁呀？指望你呀！你说你啊，你怎么眼睛有毛病了
你要变成个哑巴该多好了，省着你胡说八道的。马总，我求你了，算我求你了，行不行？你跟我们家简单说说，让我们家简单回去，赶紧结婚吧，行不行？简老师算我求。请你母亲离开这里。妈，这都是我自己的决定，跟马总没关系，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呀？干嘛？还干嘛？甭管。不行，我让你说漂亮话，说漂亮话要出人命的，知道？妈，你干什么？你们在干什么？你干嘛？哎，你们在干什么？妈，你好点了吗？哎呀，这灌肠灌的我这真不舒服。哎，你到底接不接呀？你跟我说个明话。喝点水。哎，我不喝了。我知道，你希望我有一个好的归宿。可你这么胡闹，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这辈子都不会幸福的。你仔细想想。你看看，你妈都差点死了，有你这么当女儿的吗？妈，你不能拿你自己的命来逼我。你生了我，养了我，我是应该孝敬你。可是人生是我的，我不可能按照你期待的那样去生活。我不会跟你妥协的。哎呀，这儿，今天你要敢出这个门儿，我就当没你这个女儿。爸，你照顾好妈。我跟你说，你要是不结婚，我跟你说，我就不吃药了，我上你们马总那楼上，我跳下去，我。什么？你妈还要到我家来跳楼？你放心，明天就让他们回去了。我给你惹麻烦了，真的对不起。她先是到我家里来喝药，现在又要来跳楼，她怎么老到我这儿来闹啊？你的事儿凭什么连累我？凭什么？我真的不想连累你。其实，在这件事情上，我还挺感激你的呢。我就是想用你的话去说服我妈。愚蠢！你那叫对牛弹琴。你结不结婚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那细想起来还是有点关系的。我是因为听了你的那些话，才下定决心要跟他分手的。你那些话对于我来说真的是醍醐灌顶，让我恍然大悟。我提醒过你，那只是反抗的理论，能不能实践那是两码事。你出版社出了一本书，读者按照这意思去办了，结果出了事儿了，读者就来找作者、找出版社的麻烦，那以后谁还敢出书啊？那要是作者不想用自己的作品去启迪读者的话，你这样的书确实出的也没意义啊。你这不是口是心非、表里不一吗？我那是说给我自己听的，不是说给你听的。不管是说给谁听的，只有做了才有意义。有些人懂得了这个反抗的道理，但他却没有去实践。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自己承担不了反抗的这个后果。就好比你现在，你就是承担不了反抗的后果。我已经在承担了。我看害怕承担的人是你吧？爱德华那边来消息了，说约着明天见我。
要我陪你去吗？我本来是想说感谢和道歉的，却跟他争执起来。后来我才明白，我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变成了一个反抗的实践者，而他说了那么多，可能只是一个反抗的理论家。无论如何，如果没有遇到马列文，我的故事可能是另外一种结局。您所写的帕斯卡尔还有玛丽娜这两个主人公，他们虽然因为婚外情被这个教条的社会所孤立，但是社会并没有逼死他们，所以他们的自杀不能算是殉情。Mr. Ma, I enjoy your insight and penetrating analysis. 马先生，您独到的见解跟精辟的分析让我十分欣赏。他们是由于对变化的感情和莫测的人生感到不信任而选择了自杀。恕我直言，他们是两个不敢直面人生的弱者。Yes. Mr. Ma, I believe our cooperation will be very good. 马先生，我们的合作会非常愉快。Are you the person who has been reading my books to Mr. Ma? 你是一直给马先生读我的书的那位女士吗？是的。Yes. Thank you. And thank you, Mr. Ma, for reading my books. 谢谢你为马先生读我的书。An author without a reader is just a typist. A book without readers is just dirty paper. 没有读者的作家就是一个打字员，没有读者的书就是被弄脏的废纸。Our soul being read makes us know each other and know the world. We are not alone. 只有通过阅读，我们的灵魂才可以相互沟通，我们才知道彼此在世界上不是孤独一人。再见。再见。什么年代了，还写信呢？拜。我们顺利地拿下了爱德华的版权，马列文的眼睛也痊愈了。我想，我作为朗读者的工作也可以告一段落了。哎，下班了，走吧，一起吃个饭吧。不了，我还是回去陪孩子。我正要跟你说孩子的事儿呢，那边有消息了，穆家的康复训练已经预约上了时间，那我们下周就可以过去了。那我马上安排行程。我不在公司的这段日子，公司就多费心了你。这么重要的事儿，我怎么能不陪着你去呢？你放心吧，我在孩子面前会有分寸的。你还是留在公司吧，你在比较稳妥。更何况这是我家里的事儿，你跟着去也不太方便。你真的要这样过一辈子吗？你身边不需要有个人吗？我承认我们在工作上是有一点小矛盾，可是我都已经迁就你了。爱德华的书不是出了吗？除此之外，我觉得我没有给过你什么压力吧。再说了，我不是个小女孩，婚姻这个事儿我已经经历过了，我不需要什么了。我现在呢，就想好好的生活，要一份稳定的感情。我不想一辈子那么冷清，你不冷清吗？你有资格说冷清，我没有。你就非要把自己关在一个黑屋子里边，你不想出来透口气吗？透口气又怎么样呢？再回去一切照旧，什么都不会改变。这样做没有任何意义。
是记得吧？这样吧，一直有我在跟他们那边联络，我对那边也熟悉。现在我不去，你们俩会有麻烦，耽误孩子的康复训练。你自己看着办吧，我走了。你怎么来了？怎么，我不能来啊？你去哪儿了？我都等你半天了。愣着干嘛？快帮我拿行李去。我们就着往事和月光，一起畅饮啤酒和理想，记忆里藏着多少温暖，原来幸福如此简单，还带了音箱。渴望有人倾听的夜晚，厌倦城市每天的匆忙，辛苦你帮我多挂一下。少记忆里藏着谁的过往，忘了幸福如此简单。我这真没地方挂你这些衣服。那就堆着吧。多少次幻想着未来会是怎样，如今将自己活成了别人的模样。我这真不适合你住，你还是回你自己家吧啊！也受过伤，别遗忘最初的心。你在哪儿，家就在哪儿。这一路羡慕着别人拥有自由，拥有翅膀，在那个分岔路口迷失了方向。反正我们要在一个世界。拔掉过往，再说你好，人生的下半场。我不去什么格鲁吉啊。这家康复中心治好过很多专业的运动员，我们是费了很大的劲儿，用了很长的时间才约上的。反正我不去。这个事儿由不得你，我已经安排时间了，我们必须尽快过去。你是故意让我去遭罪的吗？这事儿没商量。砸吧，你把这些都砸了。你把房子点了，我们也得去。你就不能好好跟他说吗？穆家的抵触情绪怎么这么大？他以前参加过这种康复训练，很痛苦，但是没有成功。小
科长，您来了。姜老师在。姜老师，